这是我准备的2碗烈酒。这第1碗是紫黑色，这是人血凝固后沉淀于酒精中的颜色。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这支剑上有一层动物皮毛。大家都看见了吧？正是因为这层动物皮毛，才会使这2层血在箭头上不会相互影响。而这第2碗是浅粉色，正是鹿血干燥之后的颜色。这是不是就能说明这支箭来自被恩珠射伤的鹿呢？此事的实情尚不清楚，书院定全力以赴调查，在此期间，同学们不得相互猜忌，如有违规，院规惩治。是。行了，你们都先回宿舍吧。张英已经把你的嫌疑摘清楚了，所以你就别再担心了。可是真凶还没落网，以后还是会有风言风语啊。这武先生肯定明白，吴世成的死另有蹊跷，否则不会轻易放你走的。你放心吧。我虽然是高丽人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和大家窝里斗的爱好。你还在担心大家会背后议论你啊？我那天要是不和吴世成吵架就好了，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背黑锅了。你放心，这个黑锅背不到你头上的，我保证。贵宾来访，有失远迎。在下太乙书院文素。哦，温先生，请，一边请。请。哎呀，转眼就是30年啊！一边请。我从书院毕业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。你成天除了吃，就只有和我们这些人有来往，能和谁结怨呢？可是这吴世成就不一样了。平日里飞扬跋扈，得罪的人应该也不少。要不我帮你看看都有谁？恩珠，哎，文素先生，来。文素先生，高丽使者来访，要见你。高丽使者？高丽？你先去，我去找张毅他们。好。走吧。请。县长，他们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是不是我来的有些不是时候？怎么会呢？吴大人放心，人即刻就到。吴大人，有一件事，老夫考虑再三，我觉得还是提早告诉您为好。是不是犬子又给您惹祸了？哎呀，此子生性顽劣，实在是怪我管教无方啊！惭愧，惭愧，给山长添麻烦了。没有，孩子挺好的。我是想跟您说，山长，我恩珠到了，进来吧。好。
恩珠，来。山长好。参见公主。下官恭喜公主。恭喜。前些日子，王后娘娘向大王提议，将恩珠公主赐婚于娘娘的母家，也就是下官之子。大王已颁旨谕承此事，下官此行前来，就是来接恩珠公主和犬子回高丽完婚的。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我早就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什么恩珠公主。至于大王和王后娘娘赐婚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赐婚这件事情，不是王后娘娘做得主，而是珍嫔娘娘和我们吴家共同商议决定的。什么？珍嫔娘娘？珍嫔娘娘有心了，她怕您这性子受不得和陌生男子订婚的委屈，在3个月前就命令犬子进入了太医书院，还嘱咐他要多多的关心您，照顾您。是吗？请问龟公子怎么称呼？吴世成。大王已经颁了谕旨，责成下官护送公主回国完婚，请公主放心，婚礼之事由下官全权操办，一定会给公主一个风风光光的大婚。世成，儿子啊！我的儿子！堂堂的太医书院，生命显赫，竟然保证不了学子的安全。您节哀顺变。凶手是谁？在哪儿？我们还在追查。还在追查？恩珠公主果然明英，在娘肚子里磕死了双生兄弟，生下来磕的生母飞了后，可现在还没过门呢，就磕死了父婿。大人，我看你人中浅又小，子女宫低陷见骨，恐怕父母子女的缘分比较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大人，若说起行客亲人的面相，恐怕您自己才是吧？这就是你们教出来的学生？你们几个先回宿舍去。
是先生。只是实话实说，多有得罪。我想建议您仔细想想，有谁会反对公主下嫁？又有谁知道您这次来中原的目的？吴世成来这3个月，一直无事发生，偏偏是你们到达的前3天出了意外，这难道真的是巧合吗？那个珍嫔娘娘到底是什么人啊？珍嫔是我的小姨母，她对我挺好的，小时候没吃没喝，还给我东西吃。就是给你吃一些剩菜剩饭，你要求还真不高。这么说的话，他管你的婚事也算是名正言顺啊。可是他为什么非要把你许给吴王后的母家呢？珍嫔和恩珠的母亲是亲姐妹，出生于高丽的大姓柳家，在高丽后宫是第3号人物。吴王后虽然是成功当上了新皇后，但如今并不得势，在高丽大王的身边，还有一位名嫔是最受宠爱的。吴皇后担忧地位不稳，便选择了与珍嫔结盟。珍嫔此举，应该是向盟友示好。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多？我以前在宫里听别人说过。那也就是说，珍嫔和王后是一波的，针对的是名嫔。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在后宫里，并不存在真正的朋友。这么说的话，凶手现在是破坏了王后母家的婚事，此事是珍嫔一手操办的，那幕后主使应该是名嫔。也不见得，王后背后的吴家与珍嫔背后的柳家都是高丽的贵族，在建国时立下了赫赫战功，高丽王也未必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这2家结盟。那这个高丽王也有嫌疑吧？同学们，这事情闹大了。怎么了？这高丽使者不知从哪儿听到的风言风语，他认准恩珠就是凶手，还放下话说3日之后，如果书院不交出凶手，就要把恩珠押回高丽受审。啊！收审？是啊。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。许多年前，大唐灭过高句丽，为了恩珠，我不介意再灭一次。景月，去帮我看着点儿。信誓旦旦，不思其反，反事不思，亦以焉哉？这纸是上等的玉版纸。玉版纸？这墨是添了花露的香墨，江南人嫌香气淡，
不怎么用。这花是莲花，莲花是高句丽的国花。这封信应该是从高丽后宫寄来的。这信上写的世人背信弃义，看这字迹应该是女子写的。景月，你知不知道在后宫里面适龄未婚的公主有没有名嫔的公主？这高丽后宫之中有7位公主，适龄未嫁的就只有3公主和珍嫔的4公主。3公主的生母已亡，养母就是名嫔，这名嫔与珍嫔之间的关系就相当微妙了。那这信里写的到底是哪个公主啊？是谁和吴世成有情啊？应该是3公主。如果和3公主联姻，那么名嫔和王后就结盟了。珍嫔为了防止王后和名嫔结盟，所以牵扯出了毫不相干的恩珠。吴世成是吴家的嫡子，别人眼中的良人佳婿，他若是与4公主相好，这正是珍嫔所想见到的。但是事与愿违，珍嫔处心积虑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拆散吴世成和3公主。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恩珠与吴世成会成婚。这个吴世成来到咱们书院3个月，在这之前也没有跟恩珠打过什么交道，我看他也没有要主动靠近恩珠的意思。我想他应该也不喜欢这门亲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这个珍嫔有意想要吴世成的命啊。哎呀，这就是后宫啊。那这样，既然找到了作案动机，我们再重新验一下尸，查出凶手的作案方式，然后再想办法引出凶手。好。这是他倒地的位置。这里有几处脚印。这靠近尸体的几处脚印，应该是咱们自己同学的。哎，吴世成的尸体当时倒向什么方向？还记得吗？头靠近树木，倒在树左侧。那箭应该就是从这个方向射出来的。恩珠，若是从这个方向射过来，要入肉3分，需要站多远？应该差不多30步。根据箭飞来的方向，10步范围内只有2个可以容人藏身射箭的地方，一处在这儿，另一处应该在这儿。这里的植被没有被踩踏过的痕迹，所以应该不是在这儿。肯定不是这儿。但是这里不是挺适合藏身的吗？是适合藏身，但这不适合射箭呀。根据吴世成的身高，还有他箭射入的角度，应该是从这个位置，而这里树枝太过繁多了，想要射箭就要往2边出来一点。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位置就偏了。恩珠说的没错，所以这2处都不是凶手案发时所在的位置。这根枯草一看就是人工编织的，跟这儿别的枯草一点儿也不一样。景月，你来一下，你在这儿站好。干嘛？借我一支箭用用。哎，你傻呀！吴世成又不是傻子，他怎么会站在这儿让别人捅呢？想要解除婚约的
可不止高丽王和明嫔2个人，我们大家都忘了另外一个人。谁啊？吴世成自己呀。想要悔婚，想当送命吗？如果凶手骗他，就说假装做一个小伤口，假装让王恩珠射伤他，以此来推掉婚约的借口呢。那这个人肯定是吴世成非常信任的人，而且根本就没有露过面。所以还是高丽人。这个凶手也是高丽人。哥，你看，这后背是刮伤的淤伤，而且这伤口是从上到下的。应该是从下到上的才对。嗯，来，先把它放好。我大概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他中箭之后，身体受到了重创，一定会向后倒。在向后倒的同时，背后有一棵树，碰到树之后呢，身体又会向另外一侧倒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的侧面才应该有淤伤，而且是由重到轻。可是他背上的淤伤呢，是由下向上，也就是说，他死的时候是靠着树死的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不可能啊？你想想，如果有人近距离的用弓箭重创了你，直接射到你的要害，再紧接着上来控制你，让你完全动弹不得，直到他慢慢的死去。明白了？哦，明白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后背的伤痕是由下向上的原因。我就不信，我堂堂高丽藩士弄不走她一个妃公主。太医书院要是敢包庇凶手，我就上告衙门。特使大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是这样，吴世成同学已经去世第3天了，书院的师生要给他做接引的仪式，我们特地来邀请您一起前去。你们不好好追查凶手，搞什么名堂？这位是南方大巫的弟子，他知晓通灵之术，可以与逝者交流。枉死的人怨气都很重，往往不能安心往生。如果我们能把他叫回来，说不定他可以亲口告诉我们，到底谁是凶手。此话当真？一试便知。他们又在搞什么鬼？稍安勿躁，静观其变。这是犬子生前最喜欢的兽骨。
离我们书院的距离应该也不远吧？如果去先把他杀死，再回到使者身边，这样的事情我看也不难办。这时间上还绰绰有余呢。您的随从中，最近有谁行踪可疑的吗？有一个人给我请了半天假。谁？他。这件事情跟我无关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无论怎么说也只是推测，毕竟没有证据。兄弟，你好啊！我虽然是王恩珠的朋友，但是对待这件事情，我们一定会非常的公正的，绝不会冤枉你，你放心啊！嘿。在吴世成的记忆里，我虽然没有看到凶手的长相，但是我可以确定，他是一个白衣男子。书院的校服也是白衣裳，就凭这一点，有什么例子？吴世成的亡魂告诉我，他可以油炸凶手。什么意思？亡魂会保护无辜的人，让他们从油锅中可以轻易地捞出铜钱，但若是凶手，他就会遭受油炸之苦。不信的话，各位可以跟我去案发现场试一下。使者大人，此地便是贵公子遇害之处。今日我等把这仪式放在这里举行，就是希望老天能够有眼，帮我们找到凶手，惩罚恶人。不知使者大人对此有何异议呀？那没有异议，我们这仪式就开始了。崔伽罗，开始吧。谁先开始？我先来。你们看到了吗？一点事都没有。该你了。大人，我们都是您的侍从，您怎么能当着外人的面怀疑我们呢？前日你向我请假，干什么去了？我说不出去了呢。把他押过去。走。快点！
杀死毒手！谁指使你的？谁？特使大人，这个应该是本案至关重要的线索。这根草绳被桐油浸过，是制作草鞋的原材料。粘在侍城的鞋底，应该是临死搏斗时踩落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出自这双草鞋。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你跟我说呀！是珍嫔娘娘。安珠啊，我给你换了一种清凉的药。疼吗？不疼。阿英，其实这点就够了，一点也不疼的。没想到那个吴世成死了之后比活着还仗义，竟然真的在保佑我哎！你是不是吓傻了？那锅里的味儿你难道闻不出来吗？那个锅下面煮的是醋，上面是一层油，油比醋轻，浮在上面。醋的沸点低，沸腾的时候气泡翻上来，看起来就像油开锅了。我先下手，温度还不高呢，所以没有被烫到。等那个家伙下油锅的时候，油温升高了，才把它烫成那个样子。可是，万一他不是凶手呢？那不是白烫了？你忘了，张毅跟他握过手啊，握手的力度会受到潜意识的影响。张毅说帮他洗清冤情，正常人会由于感激而用力握手，但那个人握手的力度反而变轻，这是心虚的表现，因此才确定他就是凶手。原来这么简单啊！看似复杂的东西，往往实际上都是很简单的。所以，那一大锅醋，不过就是为了让他在所有人面前招供。哎，可是你们是早就已经知道他是凶手了？办案的时候，你全程都跟着我们吧？你怎么什么都没看出来啊？这些我都记得啊。可是你就是推不出一个答案，对吧？谁说的？我要是慢慢想想，还是能想得明白。哦，那就请我们的恩珠公主来讲给我们听听啊。来，你们的意思是，吴世成不想结婚，才与他父亲的侍从做勾结。本来想做点小伤，想嫁祸于我，但是没想到这个侍从早就被珍嫔娘娘收买，想要置他于死地，在他毫无防备之际，拿剑把他捅死了。我们恩珠公主都会办案了，好厉害呀！没想到人心这么叵测。所以，你从小不在宫中长大，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都洗洗睡吧，我先走了。
诸位请留步，就此别过吧。大人一路平安，保重。恩珠公主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您当真不肯回高丽吗？现在六师门中有不少弟子在朝为官，你的几个舅父可以说权倾朝野，朝廷里已经有人要为废后平反了。你父王每次提起你也心存愧疚，只要你肯回去，谨遵于规的生活也是指日可待。柳氏一门当年若想真心庇护我母后，母后也不至于枉死。书院虽然清苦，但我身边有一群好伙伴，夫复何求？柳氏虽是我母家，但是我实在想不起他们对我还有什么恩惠。柳氏一族再强大，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。我在这里挺好的，让我留下吧。你若是执意如此，下官也不敢勉强。特使，多谢。下官告辞。你真的不打算回高丽了？你还是要回去啊？等我尝遍天下的美食，走遍天下的山山水水，或许我会回去吧。怎么，你担心我啊？你不是要吃遍天下的美食吗？就按你这吃法，吃3辈子都吃不完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拐着弯骂我是吧？我没有拐弯，我直接骂你。哎呀！之前你说要灭我们高丽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我倒是想帮你。再说了，高丽跟高句丽是2码事好吗？你连自己国家的历史也不学啊？学你个头啊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今陈国道路不可知，田在草间，攻城而不收，民罢于逸乐。是弃先王之法治也。安卓。王安珠，上课打瞌睡，罚你抄《单襄公论》陈璧王10遍。下节课继续本章内容。下课。谢先生。哎，你什么情况？没睡好？他是要罚我吗？你上课打瞌睡，不罚你罚谁啊？你怎么了？哭了吗？安珠，你眼睛怎么那么肿啊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，再这样下去，
我会不会死啊？哎，死是肯定死不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儿啊？我每天都在做同一个梦，哭了醒，醒了之后再睡，睡了之后再哭醒，然后再睡着。什么内容记得吗？我大概4、5岁的样子吧，一直追着一个女人跑。当我快要看见她长什么样子的时候，我就摔倒了，然后我就哭醒了。人是不会平白无故一直做同一个梦的，一定有什么原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啊，太守大人近期啊，也是太多的琐事缠身啊，是吧？我这么晚前来呢，是想找张仪，我有些案件上的困惑，想要……哎，文素先生，校尉大人，义兄啊，我这刚跟先生提到你，我今天就是奔你来的。怎么了，校尉大人？哎呀，最近啊，府城十分的太平，可是就是最近呢，接二连三有几个大户人家发生了失窃案，所以您想找我研究研究？哎，对，我就找你帮帮忙。哎，没问题。您说吧，说说具体情况。哎呀，这最近啊，府城十分太平，但就在近几日，只有3户大户人家发生了，哎呀，失窃了。啊，那还有什么？哎呀，哎，你看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最近府城十分太平，十分太平。就在近几日，几户大户人家丢了几件很贵重的东西。很贵重的东西啊！哎呀，大概这个数就可以了。你看，你来说吧。既然校尉大人亲自来找他们，我这儿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张毅，恩珠上课打盹儿，还有精力去办案吗？这王恩珠啊，上课打瞌睡是因为他平时吃的太多了，消化不好，所以他就是容易犯困。是，休息不好是不行的啊。是，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。我这么晚来找你呢，就是因为怕明天一早啊耽误事情。明天一早一定要赶到校尉府，这件事情特别紧急，非常重要。明天早上我在校尉府门口等你啊。嘿嘿。大人，一共是138两8钱，8钱。哎呀，我听不见了！我跟你说，这个事情不怎么定了，文书先生都答应了，你也别跟我说别的，明天早上见了啊！没事，我都记着。义兄。这是那几桩窃案的卷宗，不急，慢慢看。亲姑，你们刚刚看见了吗？外来的和尚果然是慈悲为怀。那么热的天，居然在路边给死掉的流浪狗念经超度，太感人了。是啊，那些路人都被他影响了呢。你们说的可是城门口刚才看见的番僧吗？我现在可是把他视为我心中的圣人。现在府城百姓都被他感染了，纷纷请他回去做法事。就是因为他以慈悲为怀？不仅仅如此，记得他来的当日，在城门口遇到了一个老乞丐，于是他当场就说出了老乞丐前半生的经历。随后他跟老乞丐说，乞丐前世作恶太多了，此生来还报，现在还的差不多了，可以轮回了。这个老乞丐听的是云里雾里。番僧说，我会替你洗清前世的罪孽。随后他便念了一段地藏经。当时围观的百姓很多，
大家都没觉得是什么呀，都没往心里去。然后呢？3日之后，老乞丐升天了，他的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，但是在他的脸上分明还留着一丝幸福安详的笑容。让一下。可见乞丐临终的时候没吃什么苦。这个时候，范僧他不顾众人的劝阻，坐到了乞丐身边，顶着大太阳，为老乞丐念经超度，一直从正午念到了黄昏。随后，他还亲自给乞丐擦洗身体，送出城安葬。自那以后，他深得百姓的爱戴。哎，有的人说他是西域高人，也有人说是活佛转世。嚯，还活佛转世的，这分明就有问题啊！一个好端端的人，怎么说升天就升天了呢？肯定被动过手脚。哈哈哈哈！义兄啊，你能想到的，本府早就想到了。本府命仵作去验过尸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暴食而亡。暴食而亡，就是把自己撑死了。有人给他大量的食物吗？哼哼哼！以我多年的办案经验、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，我断案，没有任何人强迫他进食，自然死亡。乞丐身上没有外伤，体内也没有内伤，他就是活活被撑死的。这就是命。如果这真是他的命的话，也真是逃不掉的。但是，本府是非常感激他呀。自从他来了之后，治安好多了，百姓和睦，一片祥和，而且还施舍了很多的乞丐。我是打心里边敬佩他。那你为什么不找他来帮你查案呢？嗯，这张毅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这3户人家在失窃之前，这个范僧都在他们家里做过法事。这有什么好奇怪？范僧去过好多个人家，尤其是大户，他半个月之内都去遍了。我也怀疑过他有问题，但这几桩窃案发生的时候，他都有不在场的证明，而且他一直是孤身一人，没有任何同伴。我出去溜溜。哎，义兄，办案期间能不能认认真真的？瞎溜达什么？你跟我一起去吗？走吧。走。哎，伽罗，你不会也这么不认真吧？小心点。你今天也注意一点，可能会有一个目的不纯的仇人过来找你。目的不纯的仇人？找我？您尝尝。我哪来什么仇人？反正你还是小心一点吧。让你别走，你还走？你要走龙了？不知2位施主，蓝贫僧是为了何事？你个秃驴！你就是从西域来的那个臭和尚吧？啊，到我们这儿挣了不少钱吧？和尚，你来了江北，就应该守江北的规矩，念经做法事，赚了钱就得给我们分成。只要您按月交保护费，在这里您可以横着走，都没问题。哎，交保护费懂吗？阿弥陀佛，贫僧做法事只吃素斋，从不收钱。不知保护费是为何物啊？我说，你在装糊涂吧，秃驴！你，和尚，这给脸不要脸呢？你是上！
你看，真好身手啊！阿弥陀佛。老秃驴，你给我等着！活该！别跑啊你！赶紧跑吧！阿弥陀佛，张公子一直在尾随贫僧，不知道有何指教啊？你叫谁张公子？我认识你吗？贫僧不仅知道公子叫什么，还知道公子的身边有一位至亲，身体不是特别好吧？张公子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张公子倾慕一位富家千金，这段孽缘怕是无果。你胡说什么？走，走。阿弥陀佛。这个张毅怎么回事啊？他不会跑了吧？这关键时候还得靠我自己的智慧。哥，你回来啦！你们去那几户人家查得怎么样？没有什么线索，所以我们就都回来了。你们呢？我们也就是随便走了走，没有什么线索。义兄，这次请你来是来帮我办案的。不可能啊！什么不可能？你那个圣人嫌疑太大了。可什么疑啊？什么可疑啊？我们刚刚在集市上看见了那位番僧，他不仅知道张毅的名字，还知道他身边有一位身体不太好的至亲，还说了张毅的心事，准不准我就不知道了。必须准！这个番僧曾经在西域啊，习得了一个叫他心通。通，对，就这个通。他看着你的眼睛就知道你所有的事情。你好赖也是个堂堂校尉，他心通，你怎么不天眼通呢你？这你也信？张一啊，此次让你来办案，你就各种的怠慢，推三阻四，唧唧歪歪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说我的信仰是番僧，番僧是圣人，不是我的圣人，是全体老百姓的圣人，大家都尊他为圣人。我跟崔家罗两个人成东城跑了这么久，证据呢？你把证据拿出来！你不能迷信那个天眼通，你侮辱了我的信仰，你怀疑维护这和尚的信仰，信他不信我，你别带着讲，干什么？你有毛病啊！你才有毛病！你说谁呢？你谁有毛病？你别再说了呀！少尉大人，你闭嘴！你谁呀？吓我一跳！你能不能小声点儿？他不吓我，我能喊吗？你谁啊？校尉大人，请您赶快到我们府上去一趟，出事儿了！什么府？出什么事儿？我是州府的管家，我们老爷，我们小少爷。闭嘴！哎，我们去不去啊？不去，他们搞得定吗？哥，走吧。不去。他不喜欢那番僧吗？让那番僧帮他去。哥，你别生气了。其实我也觉得那个番僧应该有问题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去，也许跟着校尉
还能发现一些新的线索。金姑，别生气了。啊？谢谢。这都是骗人的，咱们走吧。你们先走，我再看会儿。那行吧，那你在这儿再待一会儿。东木哥，啊，走吧，走。我再看会儿。哎，走吧。没了，是真厉害！弘扬佛法，支持范僧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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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弘扬佛法，支持范僧。你们两个一定把门看好了。这外面是吵什么呢？前几天我们家老爷带着小少爷和小姐到徐府去做客，正好看到一个番僧在做法事。那番僧一看我们家小少爷，就说他是灾星，会带来战乱，非让小少爷跟他出家，为百姓化解挡灾。跟他出家，你说这不神经病吗？我们家老爷那是老来得子，不可能让小少爷去出家的。就这么着，那番僧就叫人来闹事。你看这把门都堵上了，这还示威呢？这是。这些渔民也太不讲道理了吧？那你赶快叫官府的人来，把他们抓走吧。哎，不能抓人，现在抓人的话只能激怒他们，会造成更大规模的冲突。是他们要先来抢人的，不能这样任由他们胡闹下去吧？老爷啊，校尉人呢？他怎么没来呀？他去调兵了，立刻过来。我们是来打前站的。您是？在下张毅，是太乙书院的学生。校尉大人叫我们过来帮您解围的。你就是张毅，爹，这位张毅先生我早有所闻，以前替校尉府破了不少大案，是高手中的高手。那就好。张先生，以您之见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呀？他呀，就是嘴能说。我看你叫那个番僧进来跟他讲讲道理，要是能讲得过他，就让他把人带走好了。这怎么行啊？这可是我弟弟，我死都不可能让他出家。您放心，但凡他们能讲道理讲过我，那我就跟他们出家去。弘扬佛法，支持范僧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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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弘扬佛法，支持范僧。各位，老夫是老来得子啊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求求各位了，求求了，他得给我养老啊！公子是被高僧选中的，他是灾星，会带来战乱。高僧肯收他为徒，已经是万幸了。为了百姓，你就把小少爷交出来吧。对呀，交出来！不是啊，求求各位了，求求各位了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吧！交出来！大家都安静点儿。你又是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玄奘法师啊？当然听说过。今天我就给大家来讲讲玄奘。玄奘法师，自幼
熟读孝经，备受经典，爱古尚贤。父亲去世之后呢，随长节入寺，学习了《法华经》《维摩经》，13岁的时候才正式出家。大家注意啊，人家是自愿出家，没有人逼他，也没有人抢他出去。我们不干涉各位的宗教信仰，但是也请各位要遵守法纪。这是人家的孩子，你抢了人家孩子，那可是重罪，要吃牢饭的，知道吗？说得好。大师好。大师好。实在是抱歉，贫僧见到了前世的幼徒，他业障深重，若不出家，绝活不过16岁。贫僧在此实在是对不住了，阿弥陀佛。不敢，不敢，大师，我儿您就别带走了，钱粮盘缠，我回去给您备一下。不需要，贫僧过几日便离开此地。在临行之前，想在州府做一场法事，尽力化解他前世的业障，保府城百姓的安危。好，爹。多谢周老爷的成全，明日卯时不见不散，阿弥陀佛。大师，主公派小的来问此事进展的如何了。放心吧，周小少爷已经是我囊中之物。当年南楚叛乱城破之日，他母后委托家臣把他带走，寄养在江北。现在南楚政局已定，周小少爷身为太子，即将被接回南楚，有他做人质，主公就能由南楚迁至南唐。南楚现在兵强马壮，比契丹的散兵游勇强多了。谁？去看看。怎么样？什么也没有啊。那儿呢？我去看看。一只猫。回去转告主公，准备人手接应我，尽快把周小少爷送走。好。大师，咱们为何不直接潜入州府偷孩子呢？你以为南楚会眼睁睁看着太子被掳走吗？等我做完这场法事，他们就会知难而退，到那个时候才能把孩子从江北带走。
阿弥陀佛。周施主，此次法事，贫僧将为小少爷念诵经文3天2夜，还请周施主不要让外人打扰。3天？周施主不必压抑，贫僧会守在此地，周府上下一切如常。3天后的此时，法事开始。阿弥陀佛。时间到了，还请各位自便吧。3天2夜，不吃不喝，会不会饿死啊？饿死倒是不会，这叫辟谷。有些人7、8天不吃不喝也没事儿，不过我不相信这个番僧也可以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行走江湖这么长时间了。骗子和高僧，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。怎么看？看他的穿着吧，像是密宗，但是他嘴里的经呢，念的是汉传佛教里的《金刚经》，鸠摩罗什翻译的那版。而且，他念到住衣持钵之后，直接就跳到了饭食起收衣钵。你说一个僧人连《金刚经》都没弄明白，我看他也就别瞎混了。哇，这你都看得出来，太厉害了吧！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轮番盯着他，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真是奇怪，3天2夜不吃不喝，不仅没有很虚弱，怎么还红光满面的？看出什么蹊跷了吗？你们俩安静点行不行？阿弥陀佛，贫僧诵经已经结束，烦请周施主将小少爷请出来，法事现在开始。有劳大师了。阿弥陀佛。去吧。
开！让开！弟弟，紫云呐！爹，快，把前门后门都给我关上，任何人都不许出去。是老爷，快去！是。紫云，关门！是紫云。别废话了，赶紧把孩子交出来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一直在闭目念经，我什么也没看到啊。就在你身边的，怎么就没了？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，骗子！今天你要不把人交出来，你就别想走。这位施主，你们在此，我也在此。刚才是这么多人，现在还是这些人，更何况出入大门已被封闭，贫僧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孩子接走呢？你肯定知道我儿子在哪儿，你把我紫云弄哪儿去了？弄哪儿去了？我的儿啊！佛祖保佑，你快点回来呀！爹，臭和尚，你还我弟弟！阿弥陀佛，贫僧的法事已做完，与爱徒的前缘已了。以贫僧的愚见，小少爷是被佛祖带走了。阿弥陀佛！你放屁你！刚才那烟是不是你放的？阿弥陀佛，放烟是做法事的必行之事，有何怪哉呀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你说，孩子能去了哪里？施主，还请你不要信口胡言。我看你印堂发黑，小心要有血光之灾呀！哎，你。周施主，贫僧告辞了。阿弥陀佛。你不能走，老爷，你不能走！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不能走！一定把您的小少爷给您找回来。找回来？你找得回来吗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人一眨眼就没了。你叫我怎么放心啊？你们说好的要帮我看好儿子，可他人呢？啊！你还我儿子！你还我儿子！你还我的儿子！还我儿子！案发后，校尉已经下令封锁城门，逐一盘查进出车辆。孩子即使被绑，也不可能出城。现在最怕的，就是撕票。哎，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？碰巧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我还能是这个表情？之前我接到线报，说有人看到山匪带着一个孩子从西门出城，我追到了山匪的老窝，想抓个人赃并获。刚进门，正值山匪打猎回来，我强行搜了他们的窝点，什么也没有。山匪还打猎啊？山匪现在只打猎，改邪归正了。我怀疑那个线报是个幌子，是为了把我调虎离山。我想请问一下校尉大人，在那个山寨里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男孩？似乎好像，有可能。我想再问一下校尉大人，
您说的圣人，您还知道他的家在哪儿吗？不但我知道，全城的百姓都知道。那我还想麻烦一下校尉大人，您能不能派人抓了番僧，一起回州府搜搜看？我觉得周家小少爷正在家里打盹呢。没证据我怎么去？我是对那个番僧有意见，但你非要让我拿出证据，我还真拿不出来。所以我希望您能和番僧一起证明我是错的。我就是要拿出证据证明你没有证据的时候，证明我是对的。这激将法对他还真有用。激将法？什么才是激将法？哥，你真的这么快就找到证据啦？真是那个范僧干的吗？对啊，你快说给我们听听啊！这个番僧确实非常狡猾，但我之所以确信他有问题，是因为那天在周家门口闹事的那些信徒里，有2个人让我看着特别的可疑。